只有父亲和老师才能让我下跪，教皇又如何？左边第2个少年就是唐三。好强势的目光，死气活同，我的灵魂似乎要被剥离一般。大胆，竟敢对教皇冕下不敬！你就是大师的弟子唐三吗？是的，教皇冕下。很好，有几分你老师当年的风骨。不敢和老师相比。挺身吧。从你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希望。教皇殿前，我更希望看到你们全部的天赋和实力。最终的胜利者将得到武魂殿的最大奖励。这光芒，魂骨是魂骨，是3块魂骨。分别是一个右臂骨、一个头骨和一个左腿骨。那可是魂骨，可遇而不可求啊！嘿，几位封号斗罗都在场，你还想抢吗？这3块魂骨都出自万年魂兽，分别是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、爆裂焚烧之火焰右臂，以及急速前行之追风左腿。其中，智慧头骨更是出自一只高达5万年以上的魂兽，是前任教皇冕下亲自斩杀获得，乃魂骨中的极品。前任教皇，烟熏疾。越是高等级魂兽产生的魂骨，效用就越大。这3块魂骨都在万年以上，称得上是极品。当然，外附魂骨除外。外附魂骨攻击力极强，能穿刺、带剧毒，行进时还能忽略地形因素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竟有这等造化。外附魂骨，普通魂骨共有6种，其中最珍贵的是躯干，其次是头部，再次是右手、左手、左腿、右腿。而外附魂骨的价值更在这6种之上，数量最为稀少，其能力与成长性却极为可贵，在整个体系中仅次于10万年魂兽产生的顶级魂骨。魂环附带的魂技会随着魂师实力的增长而变强，魂骨也会成长吗？魂环的成长会受到原所属魂兽的年限限制，如100年魂环永远无法拥有超越100年的力量。而魂骨则不同，不但能大幅增强魂师实力，更会随着魂师实力的增强而进化。越早得到魂骨，它能进化的时间就越长，魂师的实力也会增长得越快。小三在智灵魂斗罗的帮助下，彻底与8株魂骨融合，实力大增。若是孩子们能获得这3块魂骨，他们的战斗力定会显著提升。但是胜利者永远只有一个，因此这3块魂骨都将属于最后的冠军。希望你们都能全力以赴，勇夺殊荣。他们在干什么？
靠近，一定会被这股魂力所伤。按原计划进行，风啸天升空。好，第2魂技双狼附体，第3魂技疾风双翼。第3魂技火星如雨。火舞的融环技能，还有2位辅助魂师的全力支援。看来他们将胜利的希望全数放在了风啸天和火舞身上。难道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已经修炼出双人武魂融合？双人融合技，火舞与风啸天的默契配合，将神风学院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。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力，看似是双人融合，却将4人的力量集中于风啸天身上，令他攻防兼备，力量提升到了极致。但是孩子们可没那么好对付。变！想不到蓉蓉也会这招融环技能。毕竟是7宝琉璃宗宗主之女，只不过融环所消耗的魂力过于庞大，轻易不会使用。融合技，7位一体。一般来说，只有武魂和魂技极为接近的魂师，才能施展这种融合技，就像当初的苍辉学院。可史莱克奇怪，每个人的武魂和侧重方向都截然不同，竟然也能施展。同样的融合技，难度却是天壤之别。这就是大师的真正实力吗？大师提出的武魂一体融合理论，我虽然也尝试学习，但终究不明就里。想必这世间除了大师，只有小三完全明白其中奥妙吧。竟然是7位一体融合技，但这个技能的薄弱之处，我已看穿了。这个融合技的发起者正是宁荣荣，而发起的基础却是给宁荣荣提供庞大魂力的奥斯卡。昊天锤！昊天锤上一次震惊大陆，便是昊天斗王对前任教皇千寻疾的一战。如今，昊天锤再度显现在武魂殿面前，不知又会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。疾风魔狼36连斩！只要将这2人解决，你们的融合技将不攻自破。好快，那3人的增幅竟能使他加速到这种程度。四季魔童。
可能，队长上次还和那个唐三酣战许久，这次竟然被一招打败了。该死！如果上次成功阻止了唐三，今天就不会……同样是融合技，小三背后有6名队友齐心协力的支持，风啸天背后却只有3名。这总魂力上的巨大差距，让小三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不止如此，风啸天最大的失误就是再次使用了疾风魔狼36连斩，这是他的最强杀招。上次也给小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为何不该再次使用？正是因为上次的经历，小三对这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结果发现疾风魔狼36连斩和乱披风锤法都有一个类似的缺陷，那就是只要能够在这个技能施展之初将其打断，它的威力根本无法发挥。只有持续发动，不断叠加力量，才是这个技能最可怕的地方。那小三便是在风啸天加速的情况下，精准掷出昊天锤，还赶上了风啸天力量尚未完全发挥的最佳时期。凭小三独到的眼功与手法，想必早已算准了风啸天的动作轨迹。这才瞄准翅膀而非胸膛，保住了风啸天的性命。但小三的处境更加危险了。昊天锤越是展露锋芒，武魂殿的杀心便越坚决。不可能，他不过43级，怎么可能使出70级以上的气魂真身？我教给他们的7位一体融合技，虽不像武魂融合技那样强大，但却可以将众人的力量连接、凝聚、集中爆发。此时小三的魂力也是7人魂力叠加后的成果，再加上9宝琉璃塔的叠加增幅，小三的魂力竟已高达70级开外。这就是为什么小三能不可思议地跨越整整30级魂力的差距，驾驭气魂真身的真正原因。兽魂师的第7魂技必然会是武魂真身化身为自己的武魂本体，拥有巨大的爆发力，实力以几何倍数增强。而气魂师的第7魂技就是气魂真身。以自己为气武魂的灵魂，令气武魂的威力达到极致。如果气武魂本身很强悍，那气魂真身爆发的威力只会比武魂真身更加恐怖。他们还没放弃，他们都是值得孩子们敬佩的对手。天锤，乱披风，都已经战胜了对手，难道小三还想施展乱披风锤法？恐怕整个赛场都会被一击毁尽。这股惊人的威势，莫非是天下第1气魂昊天锤？停！爸爸。
该是老师吧？这就是气魂真身，不只是魂力、力量，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已与昊天锤融为一体，这才能使出真正的气魂真身。史莱克学院战队以天斗赛区第1名的成绩进入决赛，在决赛赛程中也接连战胜许多强大的对手，向我们证明了他们拥有站上决胜场的实力。而武魂殿学院一直是这片决胜场上的霸主，邪月、燕、胡列娜正是史上最年轻的紫露勋章获得者，堪称武魂殿学院的黄金一代。邪月的武魂月刃极为古怪，一般人挥舞起来极有可能伤及自身，他却能运用自如，将其武魂本身强悍的攻击力加倍释放，着实可怕。胡列娜武魂妖狐，素来却有着天狐的美誉。传说中，天狐具有通天之能。胡列娜的实力究竟到了怎样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个人也能使用火，难道跟胖子一样是火属性的兽武魂？没那么简单。火焰领主，既然敢自称为火之领域的主人，其能力必定已经超越了火属性的范畴。这3人的能力的确不凡，不愧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。比比东，不愧是你选出来的人。2位强攻系战魂宗孙传涛、李凯，在之前的赛程中，他们并未展现出真正的实力。今天，史莱克学院能使他们出手吗？敏攻系战魂宗张平，辅助系气魂宗徐宇，同样未曾展现实力的他们，今天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小高，你果然又变真了。胜者只有一个，谁能摘取桂冠？我宣布，武魂殿学院战队对史莱克学院战队，比赛开始。第2魂技，狐媚。再好的魅惑技能，总是要通过听觉、视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、感觉这6感之一来触发的。武魂殿队的那个胡列娜，主要是靠视觉和听觉。所以，明天我们就这么做。第2魂技，魅惑。既然以魅惑对抗魅惑，谁的精神力更强，谁就会占据上风。小五，小五虽然受伤了，但无疑也打破了胡列娜的先手。小五啊，第4魂技，光明玉指。
合技，妖媚。邪月和侯莲娜的武魂融合技，能将人困锁其中，进行多重能力抑制。小三能应对自如吗？原来玉天恒明知那场比赛取胜无望，也要冒险应战，为的就是逼迫他们提前使出这杀招。果然，外部人无法窥探红雾之中的情况，连你也看不见吗？这红雾十分古怪，我想，只有魂力或精神力达到巅峰的人，才能勘破其中玄机。这就是妖媚。从未听说过武魂融合的形态会是人形。他们之前武魂融合有这么迅速吗？是那个辅助魂师的技能令他们瞬间完成了融合。史莱克奇怪为何不打断这个武魂融合技？眼下的情况也是大师计划中的一环吗？如果是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连七位一体融合技都来不及施展，就被红雾吞噬了。史莱克学院根本不足为惧。深入对手的武魂融合技绝不是一件好事。史莱克奇怪本就与对方有着极大的魂力差距，在全面削弱的情况下，要怎样与对方争斗？玄玉手。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攻击方位？不可能！普通魂师在这红雾中根本无法辨别方向，一旦被沾上，更不可能挣脱。没想到小怪物的精神力如此之强，竟能在这红雾之中视物。这肯定大大超乎邪月他们的预估，而小三正是利用这一点，一举扭转战局。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我们的武魂融合技吗？这红雾是由妖媚为中心绽放的，方才你们即将脱离，妖媚便立刻放弃对我的攻击，直接加速，以身体带动红雾，将其扩散。没错，除非你们会飞，否则想要脱离我们的武魂融合技是不可能的。天下第一的辅助类武魂实在是一大威胁，先解决你！那我们就飞给你看！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飞行蘑菇肠在之前的比赛中出现过，想必武魂殿误以为那是小三的飞行能力，从而忽略了小奥。视野中若有了焦点，自然也出现了盲点。忽视一名15系魂师，是武魂殿学院战队最大的错误。竟然真能利用飞行能力突围，但此时再去追捕那6人已经毫无意义，他们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招数逃脱。武魂融合技固然厉害，可魂力也消耗极快，眼下只有将那6人先交给队友们处理。大老大，外面就交给你们了。
为逃脱了妖媚的掌控，就能从我们手下侥幸取胜吗？不自量力！虽然没有我们兄妹二人，武魂殿的实力依旧不是史莱克能比的。单凭你43级的魂力，也不可能战胜我们2名魂王。这是魂骨。没想到唐三一路取胜，竟仍有余力隐藏魂骨的存在。看形态，这应该是蜘蛛类魂兽留下的魂骨吧。区区魂宗，竟已获得了魂骨，看他从背后涌出，难道是躯干魂骨？看来不能抱有速战速决的想法了。虽然唐三的魂力比我们弱了不少，可魂骨的出现将会大大缩小这差距。霸主魂骨对我的增幅，总算将红雾对我的削弱抵消了。霸主魂骨在力量、敏捷和毒性上都相当强劲，未必不能与2位魂王一战。想靠速度取胜。蓝银草，吸收了2只人面魔珠，再经八九玄冰草与烈火星胶书2大仙草锤炼，霸主魂骨坚韧无比，竟然被他切开了。月人的攻击力远超我的想象。虽然战局与预想的稍有不同，但胜利终将属于武魂殿。我们将唐三击杀之时，就是决胜的一刻。第2魂技，花岗之眼；第3魂技，白虎金刚变。第3魂技，辅助之光。第1魂技，幽冥突刺。小怪物，第2根，第3根，损手。有3个，第5根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我不能输。
是邪月和胡列娜主动解除了武魂融合技，要么就是二人力竭，再也无法维持妖媚。究竟是哪一种情况？宁宗主怎么看？邪月与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的确很强，但唐三天资聪颖，是否能出奇制胜，尚未可知。小三，第一魂技超级恢复大香肠。嘿，哎呦，三少的背上那是八蛛魂骨被砍掉的印记。刚才小三的惨叫声，就是因为八蛛魂骨被生生砍断。八蛛魂骨就像长在人身体里的骨头一样，骨头被生生砍断，那得多疼啊！小三，撑住！有宝有名，三月魂。第三魂技，辅助之光。武魂融合技解除了。目前唐三选手重伤倒地，而邪月与胡列娜虽然脸色苍白，但仍然站在场上。看来武魂殿学院战队胜利在望。坦白说，在天赋上我不如你。坦白说，能让武魂殿黄金一代第一人说出这样的话，是我的荣幸。站起来了，小三，难道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扭转眼前的局面吗？你真正的实力我已经见识过了。那是八蛛魂骨碎片。可我真正的实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自创魂技。唐三如今魂骨尽断，我也算是完成了教皇冕下的任务，只是可惜没能在红雾里杀死他。这个魂技也不过如此。唐三，你准备好接受失败了吗？胜利是属于史莱克的。服役轮回，唐门暗器手法排名第10，可以使暗器按照独特的轨迹飞行，其出手之难测，角度之刁钻，绝非常人能比。而服役轮回同时发射暗器的数量，最多是36枚。以我目前魂力的控制极限，也就是八蛛魂骨全部的残片数量，正是16枚。没有人能躲过服役轮回。邪月，你终究还是输了。这个唐三实在太阴险了，居然用我和邪月挡开的碎片相互攻向对方。